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娃娃脸谭松韵顶着满脸皱纹演80岁老太太，兰香如故累计播放破2亿。谭松韵新剧《兰香如故》的预告刚放出来没多久，相关话题阅读量就破了10亿。4支正片预告加花絮累计播放破2亿，腾讯视频预约量冲过300万。站内待播期热度峰值摸到25000，不少观众刷到老年妆路透直接喊封神，说终于打破娃娃脸演不了正剧的魔咒。但也有人泼冷水，说这数据是资本硬架起来的，剧还没播呢，豆瓣连开分的机会都没有，真播了要是接不住这波期待，反是比普通剧狠10倍。毕竟这剧到现在都没正经上线，网传的4月21日播出是误传，官方敲的档期是2026年8月24日腾讯视频暑期档独播。现在吵得天翻地覆的，要么是预告，要么是片场路透。谭松韵这次在《兰香如故》里一人分俩角色，分别是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和顶了她身份入林府未必的许兰香。年龄跨度从16岁拉到80岁，是她出道以来跨度最大的角色。之前她演的《耿耿里尖尖》全是国民度极高的甜妹款，几乎没人把她和老年主母挂钩。这次为了80岁的造型，剧组专门给她做了3D 面部整模，每次上妆要花6到7个小时，满脸贴细纹，手上画老年斑。拍完老年场次的工作人员说，刚开始都不敢跟他对视，他自己在片场蹲着哭过一回，说不是累，是像活完了一遍那个人生。路透里能看出来他的区分度，16岁的沈佳兰饰演伪带笑的明媚，落难后假扮婢女的许兰香是低头缩肩的隐忍。放出来的雨中贵戏片段里，她冻得浑身抖，但牙关咬得紧。老年主母的路透里背是驼低，眼神沉得像进了冰，确实和之前的甜妹形象完全不搭边。剧组的制作投入岛确实是往不糊弄的方向砸的。为了拍深宅的戏，剧组耗资千万在横店搭了40亩的明代园林实景，林家主院的台阶修9级，侧院6级，最低等的柴房只修3级，用台阶数直接写尊卑秩序。绣房的窗户角度是照着杭州南宋临安府遗址出土的婢女居所采光数据做的，光只会照进半块地砖。服装预算给了800多万，请了故宫的织绣专家来复刻已经失传的4经角螺工艺。谭松韵那件墨绿色的华服纯手工织了3个月，纱线密度和宋代织机的留存记录对得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包伟民教授之前刷到片段还提过一嘴，说剧里出现的算账手法是南宋官方标准，连出现的香方查到流程都能在古籍里找到对应出处。兰香如故改的是何燕山的原著《兰香园》，原著在豆瓣有8.2分，书粉基数不小。剧版的总编剧是写过《步步惊心》的桐华家萧楼，改动不算小，删了原著的重生线，把原来的强取豪夺改成女主顶替家奴身份潜入仇家复仇，加了制香、古玩鉴宝的非遗内容，更侧重女性成长和阶级突破。不过改动的争议从定档就开始冒，先是原著作者何燕山多次发文，说剧方宣发几次漏标他的署名，连他的笔名都写错过，主角名也全改了。原来的女主陈香兰改成许兰香，男主林锦楼改成林锦旗，女配赵月婵改成赵兴堂。他自己说书名和人物名都被改了，宣发还不带我，这事当时在书粉群里吵了好几天。还有观众刷完预告提意见，说原著的狗血爽点改得太淡，片花看得想打瞌睡。本来是宅斗复仇的料，改的从头到尾都是说教。另外配角的话题度也比预期高，郑和惠子演的白切黑配角杜翠雀，单人预告0明星转发。
放出来不到1天播放近100万，又带出一轮配角掀桌、主角不火的讨论。目前的播放和热度数据都是待播期的成绩。腾讯视频预约量破300万，站内待播招商热度峰值到过9893，在2026年腾讯待播古装剧里排第4，前3分别是《归鸾10日中烟上公主》。网上有传言说豆瓣开分可能在5.9左右，但因为剧还没播，这个分数暂时没有实锤，目前也没有正式的评分入口。